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0章。平静之中。自从罗伯特找到他朋友的那个5月下午，已经过去2年了。奥德利先生拥有一个乡村小屋的梦想，在特丁顿水闸和汉普顿桥之间实现了。在一片树丛之中，坐落着一栋奇特的乡村木屋，其格子窗户正对着河流。在倾斜河岸边的鸢尾花和芦苇丛中，一个大胆的8岁男孩正和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婴儿玩耍。婴儿从保姆的怀里惊奇地注视着倒映在平静水面紫色深处的另一个婴儿。奥德利先生已经成了当地一位重要人物，并在霍布斯诉诺布斯案中因违反婚约而展现了他毋庸置疑的才能。他以滑稽的方式演绎了诺布斯部中的情书，引得法庭哄堂大笑。那个漂亮的黑眼睛男孩正是乔治·托尔伯伊斯少爷。他在伊顿公学拒绝吃香蕉，却在学院常春藤覆盖的墙外，在日益浓密的树荫下，在清澈的水中寻找蝌蚪。然而，他经常来看望他的父亲。父亲和他的妹妹及妹夫住在乡村小屋里。他和他的罗伯特叔叔、克拉拉姑姑，以及那个在通往水边的柔软草坪上蹒跚学步的漂亮婴儿玩得很开心。草坪一直延伸到水边，那里有一个小巧的瑞士风格船库和一个码头。罗伯特和乔治在那里停泊着他们轻便的划艇。除了他们，还有其他人也来到特丁顿附近的这个乡村小屋，比如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和一位头发灰白的绅士。他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并全心全意、勇敢地面对了它。自从罗伯特·奥德利收到一封从国外寄来的镶着黑边的信，已经过去1年多了。信中告知一位名叫泰勒夫人的女士去世了。她在雾城平静地病逝。瓦尔先生称其所患为一种慢性衰弱症。在1861年明媚的夏天，又一位客人来到了小屋。那是一位诚实而慷慨的年轻人，他和婴儿及乔吉一起玩耍，并且非常擅长划船。当哈里托尔斯爵士在特丁顿时，这些船总是有人使用。在瑞士风格的船库里有一个相当简陋的吸烟室，在那里，先生们在漫长的夏日午后坐着吸烟，直到克拉拉和艾莉西亚叫他们到草坪上喝茶，享用草莓和奶油。奥德利庄园已经关闭，一位严肃的老管家看守着它，仿佛他是这座曾回荡着米莱迪清脆笑声的宅邸的君主。一幅窗帘遮盖着那幅拉斐尔前派的肖像画，艺术家们最惧怕的蓝色霉菌正蔓延在沃维曼、普桑、凯普和丁托列托的画作上。许多好奇的游客在从男爵不知情的情况下参观了这座宅邸，他们欣赏着米莱迪的房间，并询问了许多关于那位在国外去世的金发美女的问题。迈克尔·奥德利爵士不打算回到他曾梦想获得不可能幸福的祖宅。他将住在伦敦，直到艾莉西亚成为托尔斯夫人，然后他会搬到他在赫特福德郡新近购置的一处房产，那里与他女婿的庄园相邻。乔治·托尔伯伊斯和他的妹妹及老朋友在一起非常幸福。记住，他还年轻，找到一个能安慰他的人并非不可能。他过去的可怕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淡去，也许有一天，米莱迪的罪恶投射在这个年轻人生活上的阴影会彻底消失。罗伯特·奥德利把海泡石烟斗和法国小说送给了一位圣殿区的年轻律师，在他单身时期，他们曾是挚友。马洛尼夫人每3个月收到一小笔养老金，作为她照料金丝雀和天竺葵的报酬。我希望没有人会因为故事的结局是
好人幸福并得偿所愿，而对我的故事提出异议。如果我的人生阅历不算很长，但至少是丰富多彩的，我可以完全赞同一位强大的君主和伟大的哲学家所宣称的。无论是他年轻时还是年老时的经历，都从未让他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